一腔孤勇，万千战役。这片大海已睽违太久，完全枷锁终将破灭，无可挽回。这片大海也已沉寂太久，时代齿轮再次波动，势不可挡。大家好，我是朱爱本，海贼王170事实话对新世代无效的台词已经更新，一起见证 BIGMAN 的陨落。本周扉页继续连载《解码66无感情海游记》第4期。尼智和永志被死钉在门多尔的书本中，两人面无表情地回想起不久前的事。大妈恢复正常后，很快杀到了港口，即便是科学力量也无法匹敌这恐怖生物。大妈毫不费力地将两人击溃。然而城镇在战火中也受损严重。正片开始，百兽之王的终极要塞鬼岛之上的饕餮舞台正在上演前所未有的华彩剧目。记得全能爆发的超电磁炮猛烈轰向 BIGMAN， 眼看身后黑洞如深渊巨口，即将把四皇吞噬。从鬼岛天空到广袤大地，贯穿起一条直抵地狱的死亡通途。超新星会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吗？不，强烈的电磁炮始终无法撕开大妈的防御。灵魂女王邪魅一笑，浑身怪力牢牢挡下了基德的冲击。电灰体内电流翻涌，磁力崩裂。然而大妈的身躯却如铁壁一般纹丝不动。喂，小鬼们！女王的怒火正在窜升，伙伴们的恐惧到达顶点。这豁出全部的必杀一击，竟然也无法将大妈轰飞。那如同怪物般的躯体，仿佛永远都不会倒下。然而两个船长都已经到达极限。大妈抓住岩壁，猛一发力，因为体内顿时魂能爆发。做出选择吧，小鬼们！正我把这个反弹回去的一瞬间，你们的命运将会如何？是交出50年寿命然后去死，还是成为我的奴隶继续活着 ？Stay or life！ 生死裁决随着女王低语缓缓而至，无可抗拒，无可抵御。众人惊呼起来，是 BIGMAN 的灵魂皱纹。伙伴们连忙呼喊基德，提议先暂时离开这里。而稍晚一步的百兽海贼团手下们体内的灵魂已不受控制，惨遭掠夺。连我们的寿命也被抽取了，快死的生物为什么还有这种压迫力啊？太可怕了！BIGMAN 虽然被电磁炮的强烈冲击牢牢压制，但女王的威压与那漫天的魂力却没有半分克制。剧烈迸发的霸王色霸气与那穿透灵魂的符文咒语，肆意收割着目之所及任何生灵，哪怕是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丝恐惧，也足以输掉全部性命。船长，快找个掩护，先藏起来！红星海贼团全员身陷险境，却并没有抛下船长，而特拉法尔加罗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让伙伴们先躲好，然后头也不回，径直走向 BIGMAN。不过是一个死到临头的老太婆在念经而已，有什么好怕的？你临死前的惨叫，想必一定会非常刺耳吧？死亡外科医生抬起左手，星皇光波悄然出现。纵然灵魂女王气焰滔天，两名船长依然锋芒万丈，毫无惧色。众人惊呼起来，眼前那两人的寿命竟然连1分1秒都未曾被夺取，难道他们对四皇就没有半点畏惧吗？3000里卷起烈焰闪电，向特拉法尔加罗扑去。准备来给大妈解围，罗却依然不慌不忙，将掌中光波推向 BIGMAN， 喃喃自语：“我的恩人肯定会这样做吧？皇帝都已经临终了，还不肯断气是吗？那我就来送你下地狱吧！”而怒光纹悄然抵近，瞬间升腾起神秘空间，将大妈庞大身躯笼罩其中。罗轻喝一声：“寂静！”生魂鼎沸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海贼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听不到大妈的灵魂咒文了。欲夺生杀、统御魂体的邪恶契约，就因为这小小光轮戛然而止。这个招式会消除你发出的所有声音。那个男人曾经为罗豁出一切，现在他的善良与勇敢也被无声而坚定地继承着。大妈震惊不已，愤怒地嘶吼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啊！3000里呼啸而至，罗抬起佩刀，半步未退。空中的基德已瞄准炮口，就用这肆意张狂、无所畏惧的满腔热血，撕下旧时代舞台的成就帷幕，将那大海皇帝王座霸业轰成齑粉。追击电磁炮，一抹寒光迸裂无尽锋芒，一声雷霆送战灵魂女王。强磁重炮震碎邪魅，鬼气利刃斩劈妖魂。万国之主不败神话，纵然是钢筋铁骨的无双铁臂，千魂为器的无上王权，就由我等轰穿天际，斩之地狱，掀起新兴世代的惊涛骇浪，倒转山海，浩浩荡荡，永不停歇，无可阻挡。3000里被罗劈成2半，即便拥有巨人般的身躯，也难抵基德倾尽全力的最后一击。身后岩壁全部崩裂，无可救药的坠入深坑。普罗米修斯、赫拉，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还不赶快来救我！然而任凭大妈愤怒的嘶吼，终究只能是一句无声的叹息。地下武器库中，BIGMAN突然坠落，赫然出现的庞然大物却偏偏毫无声响。大和震惊讶间，大妈已率先出手，在罗的能力影响下，他所触及的物体全都无法发出声音，但他又岂会善罢甘休？右臂奋力冲出阿论，试图抓住什么，却一手击穿了炸药冰层，怪力直接将巨型炸弹引爆，剧烈冲击瞬间席卷整座武器库。大和慌忙升起一堵冰墙，将这场意外爆炸隔离在其他火药之外。然而爆炸的威力却波及到了半空中的火前方，火焰恶魔被强烈冲击撕碎摧毁，仅剩下最后一丝怨魂和微弱火苗，还不甘心地呼喊着大蛇大人的名字。半空中的桃之助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轨道底部被巨型爆炸彻底轰穿， BIGMAN 再次遭到重创，再也无力挣扎，与漫天碎石一起坠向无尽深渊。
直到那鬼岛舞台渐渐远去，战场喧嚣悄然平息，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时代的更迭。你们这些小鬼全都是混账！喂，罗杰，当时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啊？让世界彻底进入大海贼时代吗？你倒是死得一了百了。但跟那些全世界自报家门的狂妄小鬼交手的人，可是我们啊！你倒是说清楚了再去死啊！连成一片的大秘宝的确是存在的吧？强烈冲击震动鬼岛全境，漫天火海吞噬整座城堡。这场战争正在走向最后的结局，背负各自信念的对手们也迎来了最后的宿命。福禄寿在烈焰灼烧中倒下，雷藏依然死死撑着，没有松开忍术的结印。到底是什么？又究竟在哪里？这个国家也有对吧？啊，真不甘心！基德、罗，我饶不了他们。对我来说，这点程度，你们真的以为能杀死我吗？灵魂女王终于带着那一腔愤恨与无数坠落的火药一起埋入大地尽头。片刻间，洞穴深渊升腾起无穷巨爆，滚滚浓烟窜出天际，强烈冲击震碎山壁。然而这一切没有丝毫惊扰到花之都的安宁，只是无声地宣告着：四皇比格曼 vs 新世代鬼岛城堡大宴会厅之战，胜者为船长尤斯塔斯基德以及死亡外科医生特拉法加罗。胜负已分，豁出全力的两名船长终于能稍稍松一口气。基德瘫倒在废墟中，罗静静坐在断壁上，默默接受着来自伙伴们的欢呼喝彩。打赢比格曼了，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啊！老大，船长！这划时代的一战终于落下帷幕，但他对这片大海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鬼岛外围，桃子透过爆炸洞口与大河重逢。这不是大河吗？那里就是地下室吗？你说要去的地方？是啊，要是有一颗炸弹引爆，整座岛屿都会被炸飞的。我用冷气全部冻住了。总之，武器库的大爆炸危机暂时解除了。大河身后赫然排列着一排冰冻炸弹，大妈虽然失手引爆了一个，好在其他炸药并没有被波及。在下现在还脱不开身，你站在那听我说，上主已经来到这附近了。大河震惊不已，连忙追问：是玉田日记里写的那头巨象吗？正是，在800年前曾犯下罪行，他是乔伊波伊的伙伴。以上就是海贼王1040话的全部内容啦，下周休刊。从1038话开始，尾田连续用了3话的篇幅来刻画这场超新星与比格曼之间的终极死斗，最后以大妈坠落告别鬼岛作为结局。基德和罗在这场战斗中拼尽浑身解数，但并没有真正在战力上超越大妈，而是通过默契的配合与合理的战术，完成了不让大妈去屋顶这一目的。他们之间依然有着实力差距，大妈不败而败，超新星们不胜而胜，应该是最合适的结果了。当然，就跟我们之前分析里说的，大妈并不会就此挂掉，她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戏份。而桃子在本篇末尾已经提到相主，还提到了相主与乔伊波伊的伙伴关系，这又会对鬼岛结局有什么影响呢？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画中出现的伏笔细节，敬请期待。